亲爱的灵魂家人，欢迎回来！时间很快，马上就进入到2025年的情人节了。那么在情人节这个阶段时间里面，有人想要对我们告白吗？有人会邀约我们吗？宇宙准备着怎样的惊喜、怎样的缘分在我们的身边呢？今天就通过塔罗牌占卜，让我们来检测一下身边的缘分。那目前呢，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我们要从其中一组牌卡选择进行聆听。那么现在展现的就是牌组的显示牌卡，和我们牌组的讯息内容并不一样哦。但是我们要通过能量进行牌卡的选择，所以在这边提醒大家，不要通过自己的逻辑思考、第一时间的这种感觉判断了，要跟着我来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通过能量连接牌组。所以，亲爱的，请闭上眼睛，深呼吸，调整我们在最放松的状态，大口吸气，大口吐气。把我们的腰背挺直，肩膀下沉，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情人节会有人向我告白吗？感谢你的指引，我身边有怎样的缘分呢？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视频下方有每组的对应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牌卡解读。如果你想老师为你做私人占卜的话呢，视频下方也有我的联系方式，加我为好友，申请占卜的字样，我们就可以在线下1对1的沟通，为你解决所有的麻烦，为你用上帝视角去做选择，去做指引。好，那现在你选择好牌组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喽。亲爱的，选择第一组的你，我们来接收宇宙当下给你的信息。那么有人呢，想在情人节对你告白，这个人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有一种心动的感觉，而这种心动呢，并不是那种狂烈的激情，不是小鹿在内心里乱撞，而是心跳微微的加快，但不是紧张，是一种被爱触动的甜蜜感觉，一种温暖，一种治愈的感觉。他会觉得想更多的靠近你，了解你，对你呢是有一定的渴望，但这种渴望呢，并不是很急切的，而是想要顺其自然，很舒服的跟你接触。因为呢，你的眼神、你的笑容、你的存在，都让他感觉得到安心跟舒服。他会觉得你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呢，并不是占有欲，是一种单纯的喜欢，是一种内心的满足，是一种没有强迫感。你的微笑、你的举动都让他感觉这就是我要的人，这就是我想接触的有美好能量的人。所以你给他一种比较阳光灿烂，一种感情被触碰、爱被触碰的状态，非常的舒服。而且他会觉得你蛮热爱生活的，你是一个很乐观、无忧无虑、无所畏惧、比较大气，不被太多别人的眼光啊、思想所束缚。你尊重自己内心的感觉，想说什么、想做什么，你都大胆的去做。他很喜欢你的这种自由自在、潇洒的气质，而且呢，他会觉得你有时候想法是比较天马行空的，你的直觉能力是比较强的，可能你的第六感比较高，或者是你的能量灵性是比较高的。虽然有时候呢，感觉你并不是一个特别现实、物质、接地气的人，但是你的这种性格确实有吸引到他，他很想跟你有过多的一些接触，对你充满了好奇之心。你跟他之前认识的人呢，都不太一样，
可能它生长的环境大家都是比较拘谨的，或者是都是很遵守规矩、比较保守、可能沉闷的人。但是你有自我的这种叛逆之心，你有自己很爱自我的这种想法跟行动，觉得你不是一个被太多的社会准则啊，或者是过去的传统想法所束缚的人，他喜欢你身上的这种能量，所以想要跟你过多的一些联系，过多的一些互动。而你们认识的地方，我们出现了很强的火象的能量，很动态。首先，权杖女王呢，就代表着一种充满活力的场所，可能是和运动啊、比赛啊、社交啊、活动有关，比如说体育场馆、健身房，或者是一些体育比赛训练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在有热烈气氛的社交场合，俱乐部、酒吧、派对、舞会，也有可能是在一些公开讨论交流的活动、研讨会啦，或者是一些有演讲的场合。那么命运之轮呢，代表着磁场流转的地方，节奏是比较快，变动是比较多的，也代表可能人流量大的地方，比如说车站、机场、高铁、地铁、公交站，或者是在娱乐场合、游乐园、赌场，也有可能是在长途、短途的旅行之中。很可能不是在安静、稳定，或者是有太多金钱商业化的场合，应该不是在自己逛街啊，或者是商场啊，也不是在很安静的咖啡厅、图书馆、公司办公楼相遇的，可能不是通过自己的学习，或者不是通过自己的学校、公司所认识到的对方，也可能不是在什么银行、金融机构、会议室，更多的呢是在有人来来往往，然后能量浮动比较大的地方认识到的对方。那么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外貌形象呢？让你更加确定到底是谁。首先，他的年纪应该不大，可能是20到27岁之间，也许他还在读书，或者是他工作不久，还在人生的学习阶段，还在建立自己更多的一些名声、成功、成就，也有可能刚踏入到社会，还在社会里面学习。这个人是有一定的上进之心，并且很青涩。他看着呢，应该是比自己年纪要稍微年轻一些的。他的个子不会很高，应该是中等身高，或者是中等身高偏矮一点点。身材呢是比较结实，有一点圆润，但并不是肥胖，是那种肌肉含量比较高，或者是骨架比较宽，或者是比较体型呢比较扎实的人。整体看起来是比实际的体重要重一些的，不会是那种很纤细修长的类型，更可能是偏厚实的身材感觉，中等身材。那么他的长相呢，应该是就像圣杯骑士一样哦，是那种长着一副好人脸的样子。那么脸呢，脸型应该是偏圆润的，而不是那种尖润或者是骨感的类型哦，应该不是那种尖下巴。更多的呢是圆脸偏方，它给人一种温暖的眼神、柔和的五官，笑起来呢是很亲切，给人一种真诚善良的感觉，比较年轻的样子，不会让别人第一眼就觉得她很漂亮，或者是很帅气、精致，但是是属于耐看型，越看呢越舒服，越看呢越好看，是很容易接近的类型。这个人的骨子里面呢，应该是比较浪漫、温柔，喜欢照顾别人，有一点梦想家或者是艺术家气质的，给人一种浪漫主义者，并且他的
说话呀很温柔，做事情呢也并不会毛毛躁躁、很急躁的样子，反而是有一点慢性子，有一点慢慢的说，慢慢的去做。那么会很有自我细腻的那一面。越相处呢，越觉得这个人蛮有魅力，蛮值得信赖，是给人一种很踏实可靠的感觉。那么来看一下他的性格。对，他不是很急躁的性格。首先权杖女王哦，和我们的国王这个牌卡呢，就比较平衡综合他的个性，不会过于的外向，也不会特别的稳定，有掌控欲，是一个适应能力比较强、弹性还是比较大的人。他有自己的主见，不会轻易的被别人的想法所影响。他的想法呢，可能是更加小众一些，不受到传统封建的想法呀，没有太多社会准则的束缚。当然，他懂得按部就班，但是呢，对于一些新奇的想法呀、新的一些文化呀，或者是当前的一些时尚潮流，都愿意去学习，都愿意去感受，不会特别的固执保守。而且这个人呢，算是比较大方、热情、慷慨的，在社交场合里面还是有一定的存在感了，因为没有太多的一些功利之心，但是呢，又懂礼貌，又不会太夸张、太张扬，所以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很容易留下好感，就愿意去跟他有蛮多的一些交流的。他也是喜欢去倾听别人任何的一些想法，做事情呢也并不拖延，是有一点热情，但又带一点霸气的。因为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掌控者，比较自律，而且呢，他也愿意去把自己的开心的能量感染给周围的人，也是愿意去照顾他人，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可能他的内心呢是比较敏感的，看起来是一个自信、外刚，但是内柔内软的人，可能他曾经受到过情感的伤痛，或者是他的原生家庭并不是非常的圆满，也许父母离异，也许呢小时候这个家庭并不是很和谐，所以对待感情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安心感，多多少少有一些缺失的感觉。可能自己童年的时候留下一些感情的伤痛，也可能自己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经历过一些感情的背叛，所以他是有一定的情感防备之心的。跟他建立成为朋友啊，大家不牵扯到隐私利益的话都没有关系，随便聊、随便玩、随便玩笑开。但是，一旦要谈情说爱的话呢，就会很好的去审视，需要长时间去考虑、去衡量、去奉献的。他不会轻易的去相信任何人，也不会轻易的对别人去表达自己真实的一些情感，不敢轻易的付出，害怕受到伤害，所以内心是比较敏感的。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强大，但是一旦要跟他建立亲密关系的话呢，是不太容易的。他的思想是比较独立，而且他，保留一定的心机，可能不会直接的讲出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也许他会婉转啊，也许他会隐藏一下自己真实的一些想法啊，先观察局势，然后再去行动。当然也就代表着有时候呢，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还是有自己比较机灵，头脑灵活的这一方面的，也代表着他对人对事都还是很警惕，不会随便的相信别人。他可能对主流的一些社会观念、人际关系模式不是很感兴趣，不会见风就是风，见雨就是雨，大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会有自己清晰的一些选择跟判断，不会跟随别人的步伐，也不会随便进入到任何的人际关系里面。
他喜欢去试探别人是否是值得信任的。这个人呢，还是有比较强的学习能力，知识储备丰富，擅长去分析问题，能言善辩，思维呢比较快速。他会喜欢跟别人思想上面的交流，大家有说不完的话呀，而且不会出现那种你讲你的，他讲他的这种尴尬陌生的状态。他喜欢和那种很聪明的人在一起，大家有很多思想上面的交流，所以他是会不断拓展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格局的人。他希望在自己的见识、文化水平上面不断的提升自我，也希望自己呢多和一些有智慧的人接触。你跟他之前所接触到的人很不一样，他会觉得你特别不被传统的一些想法、社会规则所束缚，你有自己的一套准则，你也有自己很不屑一顾的那一面，他会觉得反而自己在你面前呢是有一些狭隘的，可能是有一些思想上面的紧固的，所以他的那种有时候的高冷哦，跟你形成一个反差，你们之间的性格呢是有可能见识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想要更多的接触于你，而当下呢，他会觉得看一下他想跟你建立怎样的关系。首先，我们出现了恋人牌卡，他是想跟你建立美好恋情的关系的哟。虽然目前对于你们俩的关系好像有不太确定、有迷茫、有搞不清楚、盲目的一些地方，感觉你们不是一路人，周围呢也没有很多朋友在帮助你们互相的认识，在祝福着你们。所以反差是比较大的，这让他会有更多的一些考虑跟犹豫。考虑你们是否可以进入到稳定的情感关系。他对你的感情呢是认真的，希望不要只是建立这种调情啊、暧昧、随意的这种互动，希望呢大家可以进入到一个很长时间的互动，很长时间稳定的爱情关系。他也希望不要去错过于你，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缘分。好不容易呢，遇到了他内心充满渴望、激情的关系，你也会给他带来一些很好的一些情绪价值，所以想跟你发展成很深刻的情感连接。只不过目前他有一点害怕表白，害怕被你拒绝，他还没有感受到你对他有多喜欢，或者是有任何兴趣的一个表现。之前呢，还是有过想要退缩的念头，但是又舍不得错过，心里是不想离开你的。他可能会想要努力去尝试改变目前你们之间的现状。你们目前的这种关系呢，是在一个很停滞的阶段，处于观望或者是暂停，没有更多进一步的发展。当然，他也会想要去计划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去做。一边呢，不知道如何讨好你，如何让你去喜欢他，但是一边呢，又蛮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念你的，所以他一直在犹犹豫豫的，目前在一个思考的阶段。慢慢的想要去试探，慢慢的想要去接近，还没有接收到你给他任何积极的信号。那么他会在情人节表白吗？
说实话，他很想在情人节对你表白，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一个权杖侍从这张牌卡，是有行动的冲动的，是想跟你有新的开始，有更多信息上面的交流，希望可以通过聊天啦，主动找你说话啦，或者是去制造一些机会来让你放下防备之心，去愿意跟他有更多的一些约会。而他对你的表白呢，可能不会是那种非常正式的送你鲜花，或者是带你烛光晚餐，那种很有计划性、深思熟虑的告白，更可能是一种比较随性的一种表达方式。他可能会说：“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开心，要不下一次我们一起去哪里玩吧？”或者是他可能会说：“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们比较合拍呢？”或者是他可能会说：“哎，你喜欢的我也蛮喜欢的，我们两个在一起应该蛮好玩的。”他可能会用半开玩笑这样的一种状态来慢慢的探口风，看你是否是会愿意更多的接触他，是否会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所以他有主动表达这样的一个倾向，但是他不会直接说"我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吧"，他可能不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接近你，更用一种像朋友之间轻松调皮的方式。当然，他不会太久去隐瞒自己的内心想法的，他还是想表现出来，他不会去抑制自己的情绪，他更倾向于去主动的表达，主动的去建立你们之间的这份关系，他不会太过于的被动，一直在那边暗恋你呀，或者思念你。而我们这边也出现了正义这张牌卡哦，他会希望是在一种很理性、很公平的状态去邀约表白你。如果他觉得你对他有好感的话，他就会主动；如果他觉得你对他完全没有兴趣的话，他可能就会很犹豫，直到确认你的态度之后再行动。因为他不想要有任何冲动的表白，他不想有任何浮夸的这种浪漫，他希望得到一种有回报的表达方式，一种至少来说，觉得你愿意跟他在一起之后，他才会去开这样的一个玩笑。我们是否是合拍的呀？我们下次去哪里玩吧？他可能才会去讲出来。所以近期呢，他应该会想要更多的接近你，他想要有更多的一些表现，但是他会先观察你的态度，确定你对他也有好感之后，他就会采取比较正式的这种方式去表白，去主动约你。如果这个人你已经知道是谁了，如果你对他也有好感的话呢，那其实你可以给他一点暗示，鼓励他更主动的走向前的。那最后呢，宇宙会给到你一些爱情技巧的建议哦、指引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吗？我们听塔罗牌占卜呢，我们最主要是从其中学习到一些智慧。首先，宇宙告诉你，圣杯十逆位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结婚的，婚姻也不是幸福的唯一标准。有时候呢，我们在面对恋人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希望这份感情是可以稳定的，是可以开花结果的，可能我们就会加很多的要求，很多的执念在这份感情里面。另外呢，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把结婚当做恋爱的终极目标，好像结婚了就幸福了，就人生圆满了。其实这些是童话故事给我们的引导的，但所有童话故事都是王子在亲吻了公主之后呢，就没有下文了。其实结婚之后，就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就是很多油盐酱醋茶、杂七杂八，甚至牵扯到双方父母家庭的一些事情，不会那么的顺畅的。而
所以我们在结婚之前，我们就要去经历爱情，去感受爱情，去学习爱情，去认识爱情，去积累更多的爱情技巧。很多人不会那么幸运，一谈恋爱就结婚，然后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因为自己连爱情的技巧都没有，都没有经历过，你怎么敢说自己会建立幸福的婚姻呢？另外呢，最主要的是，我们不要忽略了恋爱本身是否是快乐的，而只专注于最终的结果。所以在遇到了喜欢的人，我们是可以尝试去谈恋爱的。我们大胆的去爱，我们就会更多的知道什么是爱，以及我们真正适合的人是谁。有的人呢，也许我们只是适合谈恋爱，但是不适合生活在一起的。当我们进入恋爱的时候呢，我们要重点关注关系的本身，而不是最终是否是可以结婚。而是在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和这个人是真的开心的吗？两个人的生活习惯是相同的呢？或者是这段关系是能不能让我成为更好的人呢？我们在一起是因为相爱，还是因为自己害怕单身呢？所以在爱里面呢，我们要共同的去成长。在建立长期的承诺之前，我们要懂得爱的技巧，我们要懂得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好吗？亲爱的，幸福呢，不是由婚姻带来的，而是由关系的质量去决定的。学会享受恋爱的本身，不把婚姻当做自己的终极目标，而是有足够的自我爱的幸福能量。那个时候呢，我们完全的认知爱、明白爱，以及有给予爱、分享给他人的能量时候，我们才能建立婚姻。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让自己幸福，那怎么有办法去建立家庭婚姻呢？很多人连爱都不知道是什么，就想要去建立婚姻家庭，那自然而然没有办法很好地去进入到那一步哦。所以我们循序渐进，慢慢的来。另外，宇宙告诉你，在感情里面是要树立自己的原则，拥有自我的价值，并且有一定的界限的。千万不要在爱情里面委曲求全，过度牺牲自己。另外，恋爱不是妥协，而是相互的尊重和成长。在爱情里面，我们要有自己的底线，告诉对方不能碰触我们的底线。如果碰触了，我们转身就要走。如果我们一而三、再而三的去妥协的话呢，那对方就会得寸进尺，这个是人性。还有就是不要在爱情里面迷失了自己，一旦爱了，就失去了朋友了，就失去了兴趣了，就失去了梦想，而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恋人的身上。那这样我们就会降低自尊心，我们就会失去自我的价值。当你自己都很迷失，那么对方呢，他本来喜欢你身上的那些优点，最后都消失、都迷失了的话，那这份爱情也不会持久的，而是爱呢锦上添花。如果这份爱情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强大，可以让我们更加美好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享受当下。在爱情里面，我们也不要有任何的匮乏感，不要因为害怕孤独，或者是担心自己找不到更好的人而进入到一段不合适的关系，也不要因为别人喜欢我，所以呢，他追求我，他表达爱意，因为他爱我，所以我就要反馈这种爱。不是的，因为我们不需要依靠爱情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是值得被爱的，因为我们自己有很好的一些优点。但是让我们付出爱的人，我们要好好的去筛选哦。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如果别人喜欢我们，我们就会产生好感，但是这仅仅是好感而已。这种好感呢，是会让我们更加的自信，会让我们更加的美好，让我们看到我们自身所有的一些魅力，但并不代表别人爱我，那我就一定要回馈这份爱。
另外，当下呢，很多人可能到了年纪啦，有一些担心啦，周围的人都谈恋爱啦，自己还是单身呐，想脱单就随随便便，因为别人爱自己就去爱他人，就进入到恋爱关系里面，这样的话就很容易错过真爱，很容易去在爱情里面不开心、迷失，或者是损失了时间、损失了精力。不要低估自己的价值，而需要追求真正适合自己的爱情。我们等待那个对的人，我们真正爱的人出现之后，我们再去爱，好吗？另外，在感情里面呢，一定要相信自己值得更好的，正确的人会珍惜你，而并不需要你苦苦的去追求。选择一个愿意真正欣赏你、和你共同成长，而不是只因为寂寞才在一起的恋人吧。我们不带着匮乏感而恋爱，我们不害怕孤独，我们不害怕孤单，我们不会因为单身而妥协，而是我们单身是因为我们值得最好的那个人出现。我只把幸福不是依赖他人给到自己的，幸福是自己给自己创造的。宇宙希望你先学会爱自己，再去迎接真正适合的爱情。那么遇到自己心动喜欢的人的话呢，就去爱吧。在这个爱的过程里面，保护好自己，设定好自己的原则，并且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成长。好，亲爱的，那今天呢，就是宇宙给到你的讯息。有人想在情人节对你告白，但这个对你告白的人呢，并可能不是适合你结婚的人，所以先多多的去考虑，你想要怎样的爱情？你喜欢这个人吗？你享受当下吗？好，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的愉快。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到你的讯息。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对方对你的第一印象。第一张牌卡呢，就是圣杯九，满意、欣赏、喜悦这张牌卡。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他就觉得你很符合他理想型的那一部分，你给他一种很舒服、很轻松的感觉，不会让他感觉有压力或者是紧张感，而且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有品味、有品质的人，可能你会懂得穿着打扮，会享受生活。你这个人挺不错的，气质很好，可能也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他会觉得你给他很正面的吸引力。另外呢，会觉得不太确定你的态度，不确定你对他是否有特别的兴趣，有一点摸不清你对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可能从你的言谈举止啊，或者是你的气场来看，你是一个应该比较独立的人，可能对他没有太多在意的一个部分。也可能你并不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他觉得你们之间呢是有一定距离的，这种距离也许来自于现实的距离，大家可能生活的环境很不一样，或者是年纪差距不一样，或者是有地理位置的差距。总之呢，会觉得现实你们两个人如果要在一起是有蛮大的阻碍、蛮大的困难的。他会觉得跟你有一点若即若离，没有办法确定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态度。他想更多跟你建立聊天沟通，觉得你是一个蛮聪明的人。虽然你们之间有蛮大现实的障碍的，但是他仍然想主动的沟通你，想和你聊一聊，看一下互相的世界观、互相的性格能否是合适的，能否可以有更多正向的一些回应。所以他想要主动去找话题，不论是说开玩笑啊，还是说一些邀约试探呐、他想办法呢跟你有更多的一些接近，建立交流，想要找到共同的话题，想要确定你对他是否是怎样的一个态度。目前呢，他可能正计划
跟你有更多的思想沟通之中。而你们认识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哦。宝剑这张牌卡呢，在塔罗牌里面是风的速度，那么是速度最快的，还有可能在现实生活里面，它就是在网络上面，所以应该是在网络的环境里面，而且你们的交流呢，应该不是面对面 face to face 的去语言沟通，可能更多的是依赖文字、语音或者是线上的交流。一开始呢，大家都不会完全的去展现真实的自己，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隐藏啊，或者是对彼此的这种讯息不够完全的真实获取啊，可能更多的是通过社交媒体，或者是通过自己发的朋友圈去了解到对方，从网络上面对方的照片、对方的动态了解之后，开始慢慢交流的。有的朋友呢，可能是通过微博、Instagram、Facebook 朋友圈跟对方认识；有的朋友可能是通过 WhatsApp、微信，或者是一些聊天软件，或者是论坛、学习交流群，或甚至可能是一些约会的软件 Tinder 啊之类的。可能最先呢是通过网络平台认识，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出现了朋友这张牌卡哦。也有可能是在游戏群里面、兴趣的群里面，或者是网络线上活动，也有可能是被朋友介绍的。朋友呢，先把你们拉到同一个聊天群组，也有可能朋友先留你们互相的联系方式，觉得你们两个人是可以很匹配的，所以搭线牵桥，让你们留下互动的这种联系方式，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联络。很有可能是这样的，是在一个轻松的网络社交环境里面认识，所以最刚开始呢，对于对方的这种情绪状态啊，或者是对方的性格、生活品质、婚姻观、爱情观都没有太多的一些接触，那也有可能是有地理上面的一些差距。总之呢，在留下了联系方式之后，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光是从你的外表、从你的状态来看，他是挺满意的，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一些认识。那么对方他又会怎样的一个外貌特质呢？他应该不会是特别大的年纪哦，但是也不会特别的年轻。首先，他应该是一个标准身高、标准身材，不会过于的高大，也不会过于的矮小，不会太瘦，也不会太胖。身形呢，还算是比较匀称的，比例是比较协调的，给人一种稳重、自然、健康的感觉，不会特别肌肉发达，也不会纤细骨感。也许他的生活作息规律呢，还是保持的不错。也许他有一定的运动习惯，虽然说在人群里面不会特别的突出哦，但是也会给人一种很温和的感觉，不会显得特别的矮小瘦弱。这个人的五官呢是比较端正的，可能有一种低调、不张扬的长相，眼神呢是深邃并且内敛的，比较有一定的防备感。面部线条呢是很圆润，不会是特别的棱角分明哦，可能会有一点成熟稳重的感觉，而且他的眼神也并不浮夸，不会左闪右闪，是眼神比较固定，有深思熟虑的感觉，不会轻易的去展露自己的想法。虽然呢，长得并不是特别的帅气，或者是漂亮，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也属于越看越耐看、越看越好看的类型，不是第一眼就被惊艳到的。但是呢，在更多的接触之后，会发现，这个人其实越来越好看，比较赏心悦目。
我们这边出现了权杖王牌哦，代表他的年纪呢，可能是在25至30岁左右这个阶段，有一种充满能量、年轻有活力，但是又不会太过于青春的年纪，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有很多愿意去冒险、愿意去行动、愿意去发展、开创这样的一个力量。可能是自己的事业或者是目标刚起步，有一定的阶段，有一定的野心。好，另外呢，这个人可能性格不会特别的强烈，属于是和平爱好者，温和平衡不极端的性格。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呢，都会给人一种低调稳重的气质。做事情呢比较有阳刚的能量。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可能稍微偏直男哦；如果他是女生的话呢，可能他的性格还是有比较儿气的那一部分。因为这3张牌卡呢，更多显示的是一个年轻的男性，很有热情，很有朝气。但如果是女生的话呢，不会特别的柔弱，或者是喜欢撒娇，也不会任性幼稚，还是比较成熟的，给人一种可靠、沉稳，但又有一点神秘感的印象。好，那到底他的性格如何呢？首先，女皇就代表了她蛮有自信的，而且有一种外在内在都让人感觉舒服的一种状态，很懂得享受生活，喜欢美食，喜欢艺术，喜欢大自然，对美的事情呢有一定的品味，而且不是一个小格局、斤斤计较的人，比较大气，给人一种很宽容的能量，有一定的照顾欲，在人际关系里面扮演保护者的角色，对自己周围的人呢，爸爸妈妈、朋友啊，都是很多关心、很多支持，也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愿意分享出去，是比较慷慨的，喜欢稳定的幸福感。追求生活的品质，喜欢享用奢华的衣服、奢华的家居，也很懂得打扮自我，是一个给到别人情绪价值的人，自己也有一定的物质、金钱储备，让自己的生活可以不断的提升。太阳的逆位呢，感觉他不喜欢高调，也不会是特别乐观，随时都欢笑的一个人。大多数时候呢，他可能还是外表看起来很阳光开朗，但是内心也比较脆弱，可能也受到过感情的一些伤害，或者是有一定的阴影。所以他不喜欢过分的张扬，还是比较谨慎的。做事情呢，也会深思熟虑。表面上看起来是生活的很不错，但是内心呢也会陷入到一些自我怀疑，不爱出风头，更低调。也许经历过一定的人生挫折，所以在一些选择上面，他会比较偏向于保守，或者是先考虑最坏的那一部分。不是一个没经历过世事的人，不是一个特别小孩子、幼稚的这种性格，更多的呢，可能是见过一定的世面。人生阅历教会了他很多成熟，很多选择，很多取舍。但实际呢，我们这边也出现了世界这张牌卡是有成熟的世界观的，能看到更大的一个局面，见多识广，经历过很多事情，甚至有可能有海外生活，
或者是文化多样性的体验。也许他出国留过学，也许是经常出国旅行，也许呢是在国外生活，或者是他当下就在国外读书。所以是有大的格局的，性格呢是比较稳重，不会轻易受到一些情绪上面的影响，能够从大格局啊，更高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个人呢，他有远见，做事情喜欢有长远的规划，思想不会太过于的狭隘，不是井底之蛙，喜欢去探索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一些知识。个性是比较成熟的，不会被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所困扰，而且内心呢也是有韧性的，属于不会轻易被任何困难挑战打败的人。还是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不会随便的发脾气，或者是不会匆匆忙忙、很毛躁的去做决定，有一定的自律能力，也比较专注，可以长时间去坚持某一件事情。但是呢，也不是特别的固执啊，不会说撞了南墙都不回头，只不过他不会短期因为困难就放弃，但是当他做一件事情确实坚持一段时间，看到最后没有效果的话呢，他还是有弹性去改变的。这个人对人对事都比较有耐心，不会因为一点点的挫折就放弃，还是很接地气、脚踏实地，有强大的内心力量。但是不会是一个傻白甜这样的一个性格，经历过一些事情，不会是爱情白纸，也不会是自己年龄小就不懂事，有过一定的创伤，从自己不断的跌倒之中呢，学得更多的经验。感觉还算是一个比较潜力股哦。另外呢，死神这张牌卡看到他确实人生里面还是经历过重大的改变的，那他自己呢也会不害怕改变，愿意不断的去追求提升、追求成长、追求蜕变，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也许他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啊，也许他经历过这种家庭突然的破财呀，也许他经历过爸爸妈妈可能感情上面不和谐的一些事情等等哦，这些事情呢，让他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心智就比较成熟了。他是对人生有蛮多深透的理解的，也有可能他是老灵魂，在地球上呢已经经历过很多年代的这种投胎转世了，所以他当下很懂得生活，很懂得改变，很懂得拿得起也放得下，做事呢还是很果断，很有决心的。经历过人生的大风大浪，不是那种天真无邪的类型。并且也愿意不断的充满冒险精神，迎接新的挑战。他不是那种一开始就全部展现自我的人，他会保留一定的神秘感，他会保留自己内心的一些隐私情绪，在沟通交流上面跟别人，他也不会什么话都讲。他尽可能的不会去讲自己的一些过往、自己的一些私事，而更多的是倾听别人的想法，是一个有一定防备之心的人。好，那么当下呢，他对你的感觉期待是什么呢？这个人呢，他的心智要比他的实际年龄更加的成熟，但是他会包装自己。好，在感情里面，他其实对你有一定的好感，很欣赏你的个性，很欣赏你温暖、包容、有爱心的特质，感觉你是一个很善良、情感丰富、
给他带来情绪价值的人，你会给他一定的安全感，他觉得跟你相处的时候呢是非常舒服的，所以他在考虑，希望跟你建立更深的情感。你身上呢会给到他一定的情绪价值，一定的温暖感，但是他不想按照太过于传统的这种方式去发展。而目前呢，你们两个人是否是适合的，是否能生活在一起，或者是未来有怎样的一个计划，他没有想太多，他更多的呢是希望保持一种顺其自然、细水长流的自由度，不想太快的去给出承诺，是以爱为目的而去给予承诺，而不是因为该结婚啦，或者是该脱单啦，或者是有朋友配对啦，就去，或者是朋友在讲你们两个人是很合拍，就随随便便的脱单，就随随便便的去恋爱。他希望呢，先发展看看，先沟通看看，先慢慢的来，可能他还没有准备好，马上就投入到一段承诺的稳定关系里面。对于他来说，随缘其实是更加重要的。不要因为某种目的而去谈恋爱。当然，他也希望去建立稳定长期的关系。那这个呢，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去做发展。他很不着急要去推进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希望更加谨慎，慢慢的去做观察，先相处看看。他也不是那种会冲动表白的人。他可能在感情里面是比较慢、比较稳重的一种行动，不想太快进入到下一步，不想因为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然后就去马上要跟你联系啊，很着急的要去建立感情啊。总之呢，他不想仓促的去做决定。慢慢的建立信任，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是最好的。如果真的缘分很深的话呢，如果真的合适的话，自然会走到一起的。不需要太过于的主动，也不需要太过于的被动，没必要刻意的去安排，顺势而为是比较好的。当然，他也知道呢，如果留了联系方式，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那也不可能永远都不发讯息吧。毕竟你们的现实距离挑战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不强求，循序渐进的去发展。他喜欢不被太多的这种规则所束缚，他也希望大家以一种轻松愉快的相处方式，让这份关系自然的去发展。他并不着急，一两个月就要脱单，或者是半年就要脱单。他单身一个人呢，也是挺好的。目前对你是有感觉的，但这种感觉呢，是一种舒服、稳定感，所以他想延续这种舒服、稳定感，先跟你成为朋友。从慢慢的陌生人，然后变成朋友，用一种积极的态度，那种良好的氛围，让大家去慢慢的接触。目前你们之间是有一定的安定感的，所以他也会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让两个人更多的一些熟悉，让两个人呢更多的去相处，去聊天也好，去约会也好，去让大家更加的开心，不要有太多思想的一些包袱，或者是有任何急迫的心情。当下呢，他会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三观上面还没有深聊到那边去，就是自己的人生观啊、价值观、爱情观啊、未来的人生梦想是什么呀，都还没有去交谈，现在都还算是很肤浅的一种接触，所以他也没有去做任何的一些幻想。目前你们的关系很不错，不想去破坏它，但是好像大家都
还不在一个很适合全身心投入去恋爱的这个阶段，所以他也不会轻易的去做任何的决定，是需要时间的。而你们之间有一些现实的这种因素呢，让他没有办法马上的行动。他需要你们之间有更多的一些时间去解开这种顾虑啊，去解开这种思想的包袱啊，更多的一些熟悉。未来呢，还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他不着急。他对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当下是没有强烈的这种行动，马上要去表白，马上要去追求，马上要去推进的，而是等待更合适的时机，心里面呢还是有正面的一些想法，对你呢也是很正面肯定的一个态度。但大家都是比较成熟的人，时机对了，自然会更加的一些亲近。对于未来呢，还是很有希望的，因为星星这张牌卡就代表着充满着希望。近期呢，他不会特别的主动，他享受目前你们关系当下的这种进度，所以不急于改变现状，希望一切都顺其自然，有好的一个可能性。至少来说，目前呢彼此都不是很了解。你说要去做怎样的一个计划，要有怎样的一个目标，怎样的一个方向是没有的。而宇宙呢，会给到你一定的爱情技巧，这一部分你可以好好的听哦，因为每一次我们听完占卜讯息的话呢，一定是可以接收到一定的智慧的，而宇宙指引你来，是有讯息告诉你，首先，面对感情的时候，你有时候呢，确实是过于冷漠，过于被动，或者是你等待别人去追求你，也许就目前的这个人来说，他对你是很满意的，但是你对他的态度呢，也没有激起他的一些激情哦，想要马上去表白，想要马上去约会于你。而在感情里面，可能周围总是有人对你感兴趣的，但是你自己呢，可能没有给到足够的这种关怀啊、关注啊，或者是这种主动性啊，会让别人觉得你太有距离感，或者是会让别人觉得你拒人千里之外，而失去而忽略了一些潜在的爱情机会，或者是你总想等待那一个完美的人，你总想等待那个合适自己的感情的人出现，你才会去主动。宇宙告诉你哦，这个世间就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我们期待童话故事里面王子那样的一个形象，而是我们要多给自己一些认识新人的机会。给别人一个机会呢，实际上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你可以多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啊，尝试一些新的圈子啊，跳脱出自己的舒适区。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谈恋爱了，那就代表着你当下的这种行为模式圈子里面已经找不到适合你恋爱的人，你需要跳脱出去自己的舒适圈了。另外，在遇到自己有感觉的人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邀约一下对方，去喝个咖啡啦，或者是做一下某方面的运动，一起去打羽毛球啦，或者是打高尔夫啦，都好哦。去可以接触看一看，然后再去评定这个人是不是你想要的。如果在最开始你喜欢上某一个人，而总是被动等待那个人来给你发信息的话，其实是蛮难的。先表达自我，并不代表输，而是呢把感情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并且不要太过遥不可及的去盯着那些幻想中的理想型了。爱情是需要自己去发现、自己去体验的，而不要等着它从天而降哦。有时候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你自己可以多给一些热情，多给一些活力。好，接下来月亮这张牌卡的逆位，
不要害怕爱情，大胆去爱，学习爱，体验爱，认知爱，懂得爱。你知道吗？我们人生中80%担心的事情都不会发生。所以，当我们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担心对方是否是喜欢自己的啊，自己会不会付出了就没有收获啊，自己告白了然后被拒绝啦，这些都不重要。如果对爱情总是保持着这种恐惧、疑虑，你就没有办法全身心的投入，你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份爱情了，而是大胆的去爱。不要害怕受到伤害，这样每一次的感情，你都会有更多收获到关于爱的真谛，你都会更多的体验到爱、认知爱，以及学习到爱情技巧。爱不是用来恐惧的，而是用来体验跟学习的，这也是我们到地球来的目的。我们学会如何去爱，而不是害怕爱，好吗？只要你自己大大方方、开开心心的去享受当下这份爱呢，你也不会受到伤害。人生除了生和死，没有任何事情是重要的。好，接下来宝剑六这张牌卡，希望你平静的对待爱情，需要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看待爱情，不要把爱看得太过于沉重，或者是太戏剧化了。爱情并不是我们所有生活的重心，而是让我们在幸福之外锦上添花的事情。我们遇到一个人，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幸福快乐，我们可以去分享我们很多情绪美好的一些事情。所以，首先我们先好好的爱自己，然后再遇到一个我们想要去爱的人。另外，在感情里面，如果一份感情你的感觉不好，你的感情已经不会平和，充满着焦虑、不安、折磨的话，那么就立刻松手，马上转开。真正美好的爱情一定会给到你好的情绪价值，而这种情绪价值呢，是让你感觉到更加的平静、安心、稳定和可靠，不是焦虑。你不需要不断的去揣测对方的心意，不会因为他忽冷忽热而焦虑不安。你就做自己，不去看对方他做的够不够，就是自己想不想要跟他在一起，想不想要爱他。如果想爱他的话呢，我们就享受其中；如果不想爱他的话，我们就转身走开就好了。不需要去揣测对方的心思。另外，健康的爱情一定是让你的生活有更多加分项的，不会让你感觉疲惫、失去自我，而是彼此尊重，而不是试图改变对方。真正美好的爱情呢，一定会给你带来积极的支持，彼此分享快乐，而不是让彼此承受对方的这种情绪垃圾。如果一份爱情让你变得更加的平和、更加的美好的话呢，那么它就是可以互相滋养的好的爱情，而不是相互的消耗。所以，亲爱的，在感情里面，我们不要被激情冲昏头脑，而是选择给自己舒适、安宁、稳定感的人。而你呢，特别适合寻找到给到你好的情绪价值的人。如果有人给到你安心、温暖、被尊重的话，那么就可以好好的珍惜。在感情里面，不去将就，不让爱情成为自己的负担，而是让爱情成为你的力量。爱情是人生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你需要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它哟，而不要因为自己单身了，或者是在感情里面患得患失了，让它去左右你的情绪和生活。人生的价值呢，不仅仅是男女的这种小情小爱，更多的来自于你爱你的生命，爱地球，爱大自然，爱社会，
爱给人类去做到更多的一些价值，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得更加美好，绽放得更大吧，而不仅仅天天盯着这份小小的爱情，好吗？平静对待爱情，学会放手，学会前进，学会去体验。所以，亲爱的，你的爱情幸福不是靠别人来给，而是靠自己去创造的。主动一点，勇敢一点，平静一点，你就可以迎来最适合你的感情。感恩宇宙给你的讯息，可能年纪轻的朋友们需要有更多的消化一下哦。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到你的讯息。那么，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如何。宝剑骑士代表了他觉得你是一个急性子，你给他的印象是直接、果断、有主见。有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小急躁或者是小冲动。对方觉得你是一个说话直截了当的人，而且呢，头脑很灵活，自己的行动力也非常的强。在自己的专业话题上面，或者是感兴趣的话题上面呢，是有很强的表达能力的。有时候可能会觉得你的言行举止节奏呢，比他想象的更快哦，觉得你有一些强势。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你是一个很愿意提升自己的思想文化，不断去学习，喜欢去提问，喜欢去探索的人。感觉你不是一个物质主义者，很注重自己的精神幸福跟快乐，很注重自己的修行或者是灵魂的喜悦度。不是一个特别在物质世界里面去追寻成功啊，或者是金钱上面的收获啊，或者是自己一定要穿着非常的奢华，感觉你不是一个很有虚荣心的人，你是在享受人生，并且在生命的喜悦度上面呢是有通透的想法的。另外呢，他可能觉得你还没有完全的定性，在自己的性格方面，可能你还多有一些转变。当下呢，你正在慢慢的去探索学习，也可能你的年纪呢是比较轻的，或者是你还没有定下来，你一定要生活的地方，或者是你终身事业是什么，可能对于人生目标、人生梦想呢，都还会有一定的转换。对自我呢，不是很强的一个认知。另外，可能你还会有其他更多的一些发展跟拓展哦，当下是有一点缺少耐心的。在自己的金钱啊、事业呀、生活、人生呢，还没有完全掌控自己的节奏，多少还是不太接地气的。那另外呢，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10这张牌卡哦，这张牌卡呢代表着情感上面的满足、和谐、幸福。虽然你在性格上面有自己的冲动，有缺乏一定的稳定感，但是你给他带来了一种积极温暖的感觉。如果你成熟了，长大了，你稳定下来了，你应该会是一个好的妈妈，或者是一个好的爸爸，或者是非常优秀的建立家庭的人。另外呢，可能在感情方面，你给他的感受是你是一个重视感情、孝顺、仗义，很重视爱情、友情、友谊的人。你不是物质主义者，但是呢，你就会觉得感情比金钱更加的重要，所以他会觉得跟你相处下来呢，还是很轻松，还是很愉快的。你这个人聪明、反应快、说话直白，有时候呢是有一些急躁，但是却是他想要跟你建立情感共鸣的人。你可以给他带来一种温暖、友善、快乐的感觉，他会想要跟你建立持久稳定的感情哦。那么你们认识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帮你看一下他是谁。首先，圣杯王牌代表的是有一点点的浪漫，或一种感情的新的开始，或者是有一点感性的情感交流的地方，有可能是咖啡馆啦、酒吧啦，或者是艺术展览会，或者是音乐会，也有可能是新的关系建立的地方，一些社交聚会之中，或者朋友介绍你们认识的，通过朋友认识的，或者是去参加某一种兴趣班，培养兴趣活动，也可能是在游水，或者是有水流柔和氛围的地方，湖边啦、公园啦，或者是温泉。那么宝剑国王呢，就代表着思想沟通交流，很理性、很智慧，或者是自己专业领域相关的地方。比如说，在自己的学习工作环境，可能再去参加一些会议、商务场合、讲座、培训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在一些需要思考、交流的地方，比如说辩论会、读书会、知识性的活动，或者是下棋类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权杖十的逆位呢，代表这个地方是轻松的，没有任何压力，卸下压力解脱的地方，可能是在很休闲放松的场合，瑜伽课、按摩馆、疗愈中心，或者是你刚从某一种很有压力的环境之中解脱出来，可能刚面对了老板，面对了导师，然后在工作学习之后去放松，去参加聚会啦，或者是去疗愈自我，或者是去 SPA 这些地方，所以很有可能是在一个放松能量的场合认识到的对方哦。那么对方他的样貌年纪如何呢？再来仔细看一下他。是的，他的年纪其实也不大，他可能是20至30岁之间，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权杖侍从这张牌卡，代表他是一个很有活力、充满好奇心的人。他的发型呢，应该是比较蓬松的、很自然的类型，没有特定的去打发胶啦，或者是去染发、卷发哦。但是他也是一个喜欢尝试新造型的人。他可能染发，但是这种染发呢都是咖啡色，不会是粉色啦、蓝色特别跳跃的一个颜色。整体的形象呢，他给人一种很轻快、很热情、很青春洋溢的形象。他可能是喜欢运动、喜欢户外活动的，所以他的身材呢是比较偏瘦的状态。这个人他的身材应该是偏瘦、偏长，而且呢，他个子是稍微比较高的，比标准身高是略高一些，气质有一种很明亮、很理性的感觉，因为这个人他有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而且眼珠子转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灵活，透露着他的聪明跟机灵。他的气质呢比较偏向于风象星座，双子座、天秤座、水瓶座，给人一种很利落、很轻盈的感觉，像风一样哦，甚至有一点这种青少年感。好，另外呢，他的骨架可能是比较偏小的，并不代表他身上的肉很少哦，只不过他的骨架是小，是纤细的。面部有时候呢会给人一种思考比较多的印象，当不熟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有一点忧郁，或者是很谨慎的这种气质。他不会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就把自己很活力阳光的一面展现出来，他更多的可能是有一点点的距离感，也可能他作息时间并不是非常的规律，
可能他容易熬夜，或者是他是睡眠不会很好，可能不会在晚上11点之前就睡觉，睡眠呢并不是非常的规律，所以有时候呢会觉得他有一点疲倦感。但总的来讲呢，这个人的面部线条是分明的，初次见面会觉得他特别的冷静，甚至有一点冷漠，但是熟悉之后会觉得这个人其实蛮有活力的，有时候呢也有自己幼稚好玩的那一面。所以他的初次形象呢，跟他的内心还是有比较偏差的，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好，那具体呢，他的性格怎样？权杖骑士看到他其实是蛮有活力的，也比较自信，行动力很强，喜欢冒险，也勇敢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喜欢旅行，喜欢运动，喜欢挑战新的事物。有时候做事呢，风风火火，缺乏耐心，容易3分钟热度，有点冲动。那这一点呢，他跟你初次印象有一点像，他可能会觉得你们的性格是可以同频，你们是可以相同磁场、共同交流的人。那另外呢，他可能并不是很喜欢去呼朋唤友、去社交、跟朋友一起玩，不喜欢太多去建立人脉，他不太喜欢热闹的群体活动，他应该是一个身边有1-2个好的知己就足够了，不需要经常去参加 party 呀、酒吧啦、聚会啦，不太容易去被社交圈所影响。他对社交生活呢保持一定的距离哦，不追求情商要有多高，要有多会说话，要有多会拍马屁，他是不太喜欢的。对于朋友是比较挑剔的，对于身边的人呢也是比较挑剔的，不会轻易的去相信别人。对于自己的社交圈呢，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也不想花太多的时间精力在玩乐上面，不喜欢玩爱情游戏，那不喜欢呢玩任何的感情游戏，也不太喜欢去讲任何的假话。这个人其实是比较直接直白的，他会觉得这一点你跟他蛮像。另外呢，他是非常重视公平公正、逻辑思考的，在做决定的时候，尽可能会去权衡利弊，喜欢讲道理，不太容易被情绪、被感情所左右。任何事情呢，他都会有自己的原则，都有自己的底线，讨厌那种欺骗啊、虚伪的行为，所以他会很多时候站在客观的角度去思考、去评断、去选择，追求别人对他好1分，他就一定会还1分。如果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他转身就会走开。当然，他不会去报复，他不希望卷入到任何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面。这个人呢，他本身应该是比较平和，追求公平公正的，他也不喜欢任何人际关系里面的冲突啊，毫无意义的这些竞争啊，不是一个功利性特别强、特别好斗的人，一定要争一个输赢。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对错输或者是赢的，一切呢都是体验。最主要的是，他可能会有比较好的这种情绪价值，会带给周围人更好的一种平和感。喜欢任何事情理性的去沟通，而不是直接的去对抗。爱好和平，希望人人平等，希望在今生有限的时间里面去追求自己所爱，去努力掌控自己的幸福。所以他也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有自己乐观、开朗、大气、无忧无虑的那一面。他的内心呢是很自由的，有一定的童心，所以在跟他接触久之后，会特别的喜欢上他。
他对生活充满着热情，即使有时候觉得他是很冷静的，但他骨子里面仍然有一颗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的心。所以跟他认识越久之后，越会被他身上的这种魅力所吸引，因为他是一个重视公平，思维呢是特别清晰，很知道自己要什么，很有比较强的自我认知的人。可能这一点呢，他会觉得你有一点不是很定性。那么他也是一个行动派，不太喜欢过度的社交，更喜欢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不是表面上面的这种热闹，更喜欢走心的关系。那人际关系上面呢，他也不喜欢任何争吵，内心正能量是很强的，也会给周围的人呢一定正向的感染力。所以这个人是充满阳光活力，又有头脑，又有理智、有趣灵魂的人。性格是蛮不错，而且蛮成熟的，心智很成熟。那么当下他对你的感觉期待是，看一下哦。他可能没有太多的争抢，所以有时候呢，也许懒得解释，也许不争不抢，也许对于可能出现问题了，他会短暂的走开。然后这种性格也可能并不是你很喜欢的，你喜欢留下来跟你争吵啊，或者是马上去解决问题呀，或者是当你有生气、有情绪的时候，他也跟着你一起有情绪。但是这个人呢，他反而太过于的理智了，可能会让你在感情里面对他有更多的暂停键，有更多冷下来、冷处理的想法。目前呢，看到你们两个人之间其实有蛮多的一些挑战的，你们现在的关系不像之前那么的好了，你对他的这种态度，慢慢的已经冷下来，看见你们最近的关系有变差，他希望跟你慢慢的恢复到互动，从这种情感的缺乏、不安全感之中走出来。可能一开始你们之间就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大家不是很容易互相的靠近，互相积极的主动邀约去聚会，去熟悉彼此。但是慢慢的有一段时间相处之后呢，会感觉到温暖，会感觉到一定的稳定。他希望你们恢复到这种温暖稳定的感觉。当下呢，好像大家都有一定的防备之心，都有一定的戒备，都在很坚持自己的立场，等待对方去主动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的和睦，更加的甜美，或者是在你们互相的这种关系里面大家都是有很强的个性的，不低头，不轻易的被对方影响，也不想要特别的去证明什么，可能有一种互相不示弱的状态就是你想跟我在一起的话呢，你就来主动追求吧，有一点点互相的这种小高傲，让你们的关系呢进入到了一个可能低谷，没有太多的一个希望，互相之间有很多的迷茫，有很多的不确定。而你给他的态度呢，就是这份感情可有可无，你又不是没有其他人追求，他又不是你特别喜欢的人，所以这种感觉让他特别的困惑。他不太确定你是怎样的人，你是单身吗？你是想要跟他在一起吗？你是
准备好谈恋爱了吗？你身上呢有很多吸引到他的地方，但是也有让他很不确定、很困惑的地方。他希望更多的了解你，然后看到你的真实面貌。他希望呢，你们是可以寻找到方向的。当下你们之间的互动让他有一点犹豫不决，不知道应该是下定决心追求于你、表白于你，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的美好，还是说你们两个就完全不适合，你心上有其他的人，或者是你有其他的选择，那他自然就会转身的走开。他期待跟你有更加明确的沟通，不想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所以他期待更加直白的去表达自己，希望你们的关系能够更多的明确，能够更加的清晰，可以让他勇往直前。他希望你们的关系不是停止不前的，是有所进展的。战车这张牌卡本来就是一张很强烈的行动牌，所以无论是提升你们的亲密，还是说建立更深层次的互动，还是说更加的投其所好，还是说转身走开，他希望更加的坚定一些，更加的果断一些。所以近期呢，他就会想要去做一个决定，不要有太多的这种距离感，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当然，他也不想要彼此有任何的防备，或者是太强烈的一种界限了。不要有任何的暧昧，不要玩任何的爱情游戏，不要大家一定把它说清楚、理清楚，这是他当下的一个想法。那他会主动的向你表白吗？首先，你们之间沟通有障碍，你们之间的互动呢少了稳定性，大家都不是很合作，也不知道如何去推进这一份关系，让他一筹莫展。他会觉得彼此少了一些机会去面对面的沟通，面对面的去做一些互动，而他也有很多的不太确定，周围呢好像也没有人可以帮助到你们，让你们有比较强可以搭线接桥这样的一种情况，可以好好的聚一聚。而且他可能在感情方面呢受到过一些创伤，所以当下他不会轻易的去主动表白，他可能有点害怕被你拒绝，或者是在自己表白之后，你们的关系会变得尴尬。他想要有更明确的一些信号，才会愿意去大胆的追求。目前呢，他正在考虑，他正在去权衡，因为我们这边权杖二呢，看到了左右有一点为难，他也正在展望远方，去规划未来。两个人有没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如果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呢，也不想去消耗彼此的时间、彼此的精力。他目前正在观察你的态度，观察你的一举一动。可能你的朋友圈啊，你的社交媒体呀，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听到你的一些消息，他还没有完全的下定决心，是否要主动，是否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一定要有足够的决心之后，他才会鼓起勇气去迈出那一步。目前呢，确实还在平衡犹豫之中。如果说你知道这个人已经是谁，然后你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相处还是比较愉快的话呢，其实你可以给他一些积极的暗示的，不用太过于的防备或者是距离，让你们的关系一直停留在这种犹犹豫豫之中。目前好像也缺乏了一些推动力，少了一些积极的互动。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就可以
更多的去展现你想要恋爱，或者是你想要跟这个人有更多互动的一些消息吧。因为其实他对你呢还是很认真的一个心思的，是想跟你建立稳定的情感关系，甚至是希望进入到承诺、建立家庭之中。他会觉得一旦你定性了的话呢，你应该是一个很好可以建立家庭温暖的人，你身上呢是可以满足他这样的一个愿望，而你自己也是有很好的品德品质的。那么宇宙当下给到你讯息就是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仔细好好的听一听，去消化一下当下宇宙给到你的指引智慧。面对情感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要过度的理想化，现实一点是最好的。在感情里，可能有时候你会有一些过高或者是不切实际的一些期待。对于恋人呢，你希望对方完美，可以又好看，又有钱，然后又有上进心，又懂得体贴、温暖、照顾。实际上，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没有任何感情是不经历磨合，是不经历这种大家相处的。我们是，你想一想，你和你的爸爸妈妈生活在了十多年、20多年在一起，你都不能完全的懂他们，你们都不能达到完全的这种和谐。那么你跟另外一个在不同家庭成长的人，更加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熟悉、去磨合的，不能因为一点点可能大家的想法不同、性格不同，然后就选择放弃，或者是有的人喜欢你，那你也需要给到一定的机会去接触一下，给别人一个机会呢，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到底合不合适？我们不能仅仅凭一时的感觉或者是一时的相处，而需要更多的一些时间去接触、去互动。另外，在感情里面呢，你也不需要过度的去迎合别人，你已经足够好了。你只要欣赏自己，然后这个人呢，你跟他在一起，你觉得是舒服的，你觉得他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情绪价值，或者是他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鼓励，让你变得更加的美好。总之，这个人呢，一定有一部分是让你更加美好的，是让你更加自信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多多的去接触。面对爱情的话呢，我们要勇敢去迎接新的可能性。审判呢是一张觉醒、蜕变和新生的象征，所以宇宙在告诉你，放下任何旧的情感包袱，重新的去评估自己的感情需求，然后不要让过去的任何情感伤害去影响未来的幸福了。我们享受当下，我们去相信自己未来是幸福的，而过往呢，我们就放下遗憾所有的负担，然后那些没有完成的情感纠葛呀，我们也去好好的清理它们。如果有任何的误会，有任何的一些矛盾，任何的一些心结可以当下去解决的，那我们当下就去解决。如果已经过去很久了，那么就放下吧。因为每个人呢都是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变化之中。最主要的是给自己的爱情更多的一些新生，不要害怕改变。目前呢，你的爱情旅程也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里面。你可以更多的展现自己感情稳重成熟的那一面。宇宙在告诉你，需要在爱情之中掌控自己的情绪和方向，不被动等待，而是主动去选择。可能有时候你在感情里面是比较感性的，或者是依赖对方去做行动，对方去做一些决定。而现在呢，是时候学会在爱情里面更加独立跟坚定了，做自己感情的主导者，不要被情绪或者是外界影响你的判断。如果你希望你的感情是成熟稳定的，那么你就要在情感关系里面展现你自己的稳重和责任感，戴上自己的皇冠，不去
把感情的幸福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不去依赖别人，学会在爱情里面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也可以给予你自己的爱，分享你的爱。所以亲爱的，只要你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勇敢去做出选择，你就可以拥有更加成熟、更加幸福的感情。在感情里面去做国王或者是女皇这样的一个角色吧。你希望爱情走向任何一个方向，你去做行动就好了，好吗，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